医生研究发现，肝脏有囊肿的患者，身体一般或可能有这3个现象。医生，你会不会搞错了呀？我才30不到就患上了肝癌。年轻的李先生得知自己患上肝囊肿之后，情绪几乎失控。对此，医生连忙解释，你误会了我的意思。检查结果表明，您的肝脏当中有3厘米大小的囊肿，并非癌症肿瘤，所以基本不用担心。医生的话让李先生似懂非懂，他不解地问道，那也不对呀，我对健康特别重视，平时烧烤都不敢多吃，怎么好端端突然得了肝囊肿？医生连忙纠正，囊肿长到3厘米并非一日之功，你应该早就患上了囊肿，之所以不知道，很可能是身体的这3种异常现象被你忽视了。紧接着，医生便向李先生解释了这3种现象。李先生这才意识到，原来那些现象都是身体在警告肝脏出现囊肿。想到自己没做任何处理，顿时后悔莫及。为什么肝囊肿基本不用担心？肝囊肿是一种肝脏疾病，肝囊肿患者的肝脏内部会长出含有液体的囊性结构，从外表上看如同一颗被吹大的气球。肝囊肿非常常见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大约每10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被确诊为肝囊肿。听起来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患上肝囊肿之后都不需要做任何治疗，这跟肝囊肿的类型有关。肝囊肿类型通常有3种，分别是单纯性肝囊肿、多囊性肝病以及肝包虫病。多囊性肝病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，所以在此不谈。肝包虫病指的是人误食绦虫卵，绦虫寄生在肝脏形成肝包虫囊肿，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发病类型都是单纯性肝囊肿，而单纯性肝囊肿多为先天性疾病。患者之所以患病，跟胚胎时期肝内胆管和淋巴管发育不正常有关，少数为后天疾病，跟炎症、创伤以及肿瘤等疾病有关。只要是先天性疾病导致的肝囊肿，一般都不会发生恶变，体积通常长到1-2厘米，好似葡萄便不再动弹。囊肿不会破裂，不会出血，不会感染，患者本身可能连疼痛等症状都察觉不到。正因为这些特点，所以如果在体检时查出来患有肝囊肿，才基本上不用担心。当然，即便是先天性囊肿，也有可能会长得巨大。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人，囊肿直径会超过5厘米，此时就得小心了，因为囊肿过大会对肝脏功能造成影响，同时还会对胃、胆以及膈肌产生压迫，影响其他组织器官功能。如果肝囊肿大小在10厘米以上，医学上称之为巨大肝囊肿。巨大肝囊肿给患者带来痛苦，严重影响患者日常工作和生活。医生往往会推荐采取措施，通常是肝穿刺抽取积液并注入酒精疗法，或者是肝囊肿接顶手术，在腹腔镜的帮助下通过人工方式切除囊壁。哪些现象预示着肝脏有囊肿？考虑到不能完全排除肝囊肿恶化可能，所以为保险起见，最好在肝囊肿早期就对肝囊肿进行控制。而想要发现早期肝囊肿，就得注意以下这3种肝囊肿导致的身体现象。体重无缘无故下降，同时伴有疲劳感。肝囊肿生长缓慢且体积较小时，通常不会出现体重下降等问题，但如果长到一定程度，囊肿占据肝脏大部分空间，影响肝脏正常代谢功能，便会对食物吸收造成影响。营养物质吸收减少了，人体当然会感到疲劳，体重也自然会变得越来越轻。如果囊肿压迫到肠胃等其他器官，影响到了食欲和消化功能，那么疲劳和体重降低便会变得愈发严重。另外还有一种罕见的情况，也可能会导致疲劳体重降低，便是患者同时患有糖尿病、甲状腺功能亢进等其他疾病。因为肝囊肿可以与之发生共同作用，对身体造成双重打击。能够影响到体重的肝囊肿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，说不定大小都超过了5厘米，再不入院治疗，很可能发展得更严重。皮肤眼睛发黄。人体内有一种名为胆红素的胆汁色素，此种色素来源于人体红细胞，当红细胞被破坏时，就会产生胆红素。胆红素是红细胞的代谢产物，具有毒性，一般形成之后，身体会通过大肠和利尿2种途径排出，而整个排出过程需要肝脏的参与。如果肝脏产生肝囊肿，
肝功能受损，那么肝脏便无法及时处理胆红素，使得胆红素堆积过多，人的眼睛和皮肤也会因此变黄。如果此时不做处理，放任胆红素继续堆高，除了让肝脏疾病恶化以外，还会引发多种肝外疾病。所以当皮肤和眼睛变动很黄时，也应当立马起身前往医院。3. 右上腹疼痛。右上腹疼痛也是肝囊肿的代表现象之一，若是查看人体解剖图，会发现右上腹恰好是肝脏所在的区域。如果肝囊肿膨大到一定程度，引发组织器官压迫，便会出现右上腹疼痛症状。此外，肝囊肿内部压力太大，造成出血、感染乃至破裂等情况，肝脏部位也会因为炎症而出现疼痛症状。当然，并非所有的右上腹疼痛都是肝囊肿导致，一些胆囊、胆道、12指肠的疾病也会诱发右上腹疼痛。可无论是哪种疼痛，都是身体健康异常的表现，及时就医准没错。以上3种现象一旦出现，不仅说明我们患上了肝囊肿，还说明肝囊肿可能正在不停恶化。所以在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时，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去延缓肝囊肿恶化，包括戒酒、低脂饮食以及作息规律。酒精对肝脏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，长期大量饮酒会使肝脏质地变硬，增大肝硬化发生概率，同时还可能肝囊肿体积膨胀。所以肝囊肿患者一定要戒酒。脂肪摄入会加重胃肠道负担，由于肝脏也是代谢的途径之一，大量脂肪摄入会增大肝脏代谢压力，让本就不富裕的肝功能雪上加霜，这可能会促使肝囊肿恶化加快，所以一定要低脂饮食。作息规律也必不可少，早睡早起，不要熬夜，能够提高免疫力，增强肝细胞修复能力，对肝功能提高而言意义重大。3. 肝囊肿会不会转变成肝癌？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李先生那样，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人会把肝囊肿和癌症肿瘤相提并论，即便得知肝囊肿和癌症肿瘤不是一回事之后，他们也会担心肝囊肿会不会转变成肝癌。那么肝囊肿会不会转变成肝癌呢？答案是通常不会。一方面，除了肝腺瘤导致的肝囊肿以外，其他肝囊肿并不会转变成肝癌。另一方面，就算患上肝腺瘤，想要达到癌症地步也极其困难。具体而言，肝腺瘤是一种良性增生疾病，是肝脏正常细胞出现异常增殖现象所引发的特殊现象。虽然名字当中还有一个瘤字，但它和癌症肿瘤不是一回事。癌症肿瘤是恶性肿瘤，癌细胞增殖失控，而肝腺瘤是良性肿瘤，虽然有增生现象，但生长较为缓慢，并且细胞不会扩散和转移。肝腺瘤大多发生在青年女性身上，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会增大女性肝性瘤发病率。如果任由肝腺瘤发展，细胞不停增殖分化，癌变概率会水涨船高，肝癌的概率也会随之加大。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，因为现在医学检查手段极为丰富，通过核磁共振肝胆管成像、增强 CART 等检查手段，很容易将肝腺瘤抓个现行。一旦确诊肝腺瘤，医生往往会采取手术切除，而由于肝腺瘤属于良性肿瘤，手术切除后复发风险极低，肝腺瘤想转变成癌症难如登天。所以大家如果不幸查出肝囊肿，用不着自己吓自己，认为要患癌症，好好配合医生检查与治疗，做好肝囊肿恶化预防才是王道。结语：综上所述，肝囊肿不是癌症，也几乎不可能转变成癌症。切莫将二者进行混淆，徒增心理负担，它只是一种良性肝脏疾病，大多数人没有症状，也无需治疗，只有极少数人肝囊肿会恶化。但是只要掌握了文章当中提到的3种身体现象，及时发现肝囊肿，再通过积极治疗和积极预防，就能将肝囊肿对人体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。